雇佣兵倒反天罡替正规军作战，专为密林作战机型登场。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ame Astrace 设定解说。机体型号 MBFP-03 Third， 一端高达蓝色机3型，是佣兵组织巨蛇之尾在前往东亚共和国时，为适应当地密林环境而进行改进的机型。而在当时，因尤尼乌斯7殖民星残骸坠落的原因，地球联合与扎夫特之间再次陷入了紧张局势。尽管扎夫特积极参与了灾后救援，但双方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。加上兰波斯局的推波助澜，基本上双方在开启战端的可能性已经大到无法避免。于是没过多久，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正式爆发。很快，从宇宙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，扎夫特和地球联合军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虽然连同东亚共和国在内也爆发了战争，但情况却有所不同，双方战斗激烈程度跟其他地区无法相比，甚至还演变成了另一种奇怪的现象。而所在的地方就在第13密林保护区，正是这一神奇现象的具体体现。而这个现象具体而言，就是这个地方除了地球联合军与扎夫特2个势力之外，还有当地居民因不满地球联合而组成的游击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也是3方势力混战的局面。不过由于这一地区在战略上属于是边缘地带，使得地球联合军和扎夫特2方都有所节制，并不打算对战斗有过多的投入，甚至发展到了仅仅为了维持战斗的状态，各自都找了雇佣兵来代替正规军战斗的情况。而从云和所率领的佣兵组织巨蛇之尾就接到了地球联合军的委托，参与到了这场战争。为此，组织里的成员都统一更换了新的服装，没有像之前那样服装显得比较随意。同时，为了适应当地的密林地形环境进行作战，从云和在出发之前，还对自己的一端高达蓝色机2型 G 式进行了改造，而改造的工作就交付给了回收屋的罗球尔。罗球尔在得到从云和的委托后，在隆德密纳萨哈克提供的帮助下，很快在天之玉柱的工厂内完成了机体的改造工作。其改造后的机型便就是这一款一端高达蓝色机3型。为了节省时间，罗球尔没有对机体本身进行太多的改造，更多的是给机体额外增加部件的方式，来满足适应密林环境的作战要求。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在机体2个手臂上新安装了实体巨刃，在满是障碍的密林环境里，使用实体刀刃要比光束剑更容易发挥，并且还能避免使用光束武器引发森林火灾，从而减少战斗之外不必要的麻烦。而这个武器除了作为近战装备用于战斗之外，还可以当成砍刀，方便清理树木，从而方便机体在密林当中开路进行机动。同时在武器上还装备有火箭矛，用于辅助机体进行机动和战斗。这个辅助工具与漆黑强袭高达装备的火箭矛一样，绳索相当牢固，不容易被扯断，能够在战斗当中发挥出巨大作用。然后为了加强机体的陆上机动能力，在背后上换了新的推进器，该推进器上带有一对类似机翼的结构，在进行高速机动状态时，机翼就会展开，在行进时看上去机体就像是吊在了半空中，然后像鸵鸟一样快速的飞奔。接着是头部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，其明显的地方在于额头上的 V 型天线长度要比原来增加了不少。这个改动是针对密林环境做了通讯能力的加强，包括在头部里配置的电子设备也有所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改造时还有另外一个独角天线的方案，但这个方案出自阿久金润一的画道，没有出现在 Seed Frame Astrace 漫画当中，所以这个独角天线的头部究竟属不属于一端高达蓝色机3型也不是很确定。武装上除了前面介绍的实体巨刃之外，在后腰位置还装备了2把光束步枪。虽然这2把枪的造型比较奇特，但威力上与制式的光束步枪没什么区别，倒是在枪托里内置了一把破甲者战术小刀，必要时可以抽出近战使用。不过把战术小刀安装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做法让人感觉有点神奇。而在膝盖位置新增的这2个部件也带有武器，当外甲展开了以后，这2个位置就会输出光束形成刀刃，用法与无限正义高达的角刀有些类似，都是通过下盘来对敌发起攻击，并且在脚后跟位置还各有一把破甲者战术小刀。这2把战术小刀不采用手持方式，而是附在脚后跟的位置上，在展开后通过踢腿动作来对敌进行攻击。剩下的武装还有75毫米口径豪猪阵近防机炮，这个是机体上一直就有的装备，没有改变，其作用仍是发挥牵制和末端防御。虽然武装上还是携带了光束武器，但从云和在第13密林保护区拿到机体以后，遇到战斗时还是不选择使用。由此可见，从云和虽然作为佣兵，
但不会为了完成雇主的委托而肆意妄为。然而罗求尔还是花费了些时间进行改造，使得从云河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用上异端高达蓝色机3型，所以从云河一到地方就先驾驶阿克太阳公司开发的海伯里安 G 来给阿克太阳公司帮忙做机体的测试工作。此时在扎夫特这边，新雇佣的指挥官莱昂格雷夫斯到任。虽然莱昂格雷夫斯属于自然人，但各方面的能力水平并不低。很快他就策划了一场袭击地球联合军的作战计划。这个计划利用了当地居民不满地球联合军的情绪，以此诱导他们组成的游击队向地球联合军进攻，从而实现共同夹击地球联合军的目的。虽然游击队很快察觉到被别人利用，选择了撤退，但是莱昂的计划还是取得了奇效。扎夫特的进攻仍对地球联合军造成了巨大压力，结果连从云河的海伯里安 G 也被击破，而取得这一战绩的便是莱昂通过狙击武器取得的，而且他驾驶的机体还只是民用型异端的 DSSD 改良型，这一型机体对比军用 MS 的性能并不算突出，由此可见莱昂驾驶 MS 的水平确实不低。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拿下战斗的胜利，突然间就在这个时候，异端高达蓝色机3型送到了战场上，于是从云河抓住机会换上了新型机。这架新型机一启动之后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，使得战场形势一瞬间就发生了逆转，最终使得扎夫特战败，选择了撤退。之后从云河就一直驾驶异端高达蓝色机3型战斗，一度发展到与扎夫特进行联合，一起歼灭了由卢卡斯率领的新生势力第4军，也就是之前介绍的雷轰高达。开发公司富士山社在送到第13密林保护区后，测试驾驶员卢卡斯发生叛变，用计将其夺走。接着卢卡斯就聚集了附近的逃兵，成立了第4军，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活动。尽管在第13密林保护区雷轰高达的性能属于最强，但卢卡斯遭遇到了最强佣兵从云河的挑战。其率领的第4军在夺得扎夫特基地后，多方势力开始联合对第4军展开了进攻。很快雷轰高达就被异端高达蓝色机3型击破，其驾驶员卢卡斯欧唐纳直接阵亡，而他所率领的第4军也就此瓦解。于是当从云河成功平定了第4军的叛乱以后，他率领的佣兵组织巨蛇之尾也就完成了委托任务。在离开了东亚共和国第13密林保护区后，便将异端高达蓝色机3型恢复到了改装前的模样。从这以后，这个为密林环境作战的机型就没有再次出现。